在外网一直有个攻击长征的谣言，配上一个导航图啊，它说显示江西瑞金到延安才1780公里，但是远远没有25000里，然后被这个反华群体像狗看着粑粑一样转发，大呼觉醒了，被骗了。然而这群货色呢，还不如03年俩英国人靠谱呢。这俩人当然也是号称要重走长征路啊，他们好歹知道红军他不是直着从江西走到陕北的，而从江西走到湖南、贵州、云南、川西、甘肃、陕北，绕了一个巨大的圈子，走都是国军控制薄弱的边缘地带。但是呢，他们俩走完之后呢，号称一测量全程一共6000多公里，也就是12000里，还是不到25000里。然而实际上，单说长征路上最有名的4渡赤水，它就在贵州、四川、云南3季来回迂回了4次，光这一块就多走了最少2000多公里。更别说红军这一路是为了对抗蒋的追杀，几乎到处转圈迂回。英国这哥俩不仅没有迂回，他是打卡一样走的关键点，更全程走的都是新中国已经修好的有着很多隧道的国道大路，而长征路上呢又几乎全程是山区。你开车的可能知道，地图上高速的1公里可能什么县道要转5公里的圈子，所以这在几乎全是平原的英格兰是完全难以理解的。那么如果把所有的迂回都算上，那他们测量这12000里的距离再乘以2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生活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你看这江苏、浙江2个省，怎么看江苏海岸线都好像比浙江长，但实际上江苏的海岸线900多公里，而浙江不含岛屿的海岸线就2200多公里。因为浙江那边遍布的曲折海湾是极大拉长这个海岸线长度的，最极端的挪威海岸线长度居然达到了10万多公里啊，能绕地球2圈多。所以啊，真实的两点距离它不是想当然的地图划线，而是有着大量2维甚至3维的曲折。就比如玄奘西行去印度，按说直线距离也就是2300多公里，还没有黑龙江到上海远呢。但实际上玄奘走的路线是这种从陕西到甘肃绕新疆，一路到中亚、阿富汗，然后巴基斯坦，再到印度恒河流域的一个大绕路。你说我知道啊，玄奘之所以不走直线，是因为直线那条路要翻越青藏高原、喜马拉雅，而绕新疆那条路呢相对海拔更低。但这其实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啊，走新疆这条路，它沿岸全是天山脚下冰川融水滋润出来的绿洲城邦，什么车师、龟兹、燕齐、疏勒，类似《西游记》里的一个个国。而这些国家呢，当时也基本都信佛，它就能给玄奘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和保护。相反，青藏高原直到今天都有着大量的无人区，玄奘他就是贝爷德爷上身也做不到在这地方荒野求生。相比于山高苦寒，其实没有物资补给才是最要命的东西。所以能看出来，有2条从北京出发的高速，一个叫京藏高速，一个叫京新高速。京藏高速没有直接通向西南的西藏，而是先走向了西北，翻越八达岭，经过了内蒙，穿越甘肃，才进入了青海，然后到西藏。这么修是为了最少修建穿山的隧道。而新修的京新高速呢，则近似一条直线到达了新疆。但你能看出来，这条线其中要穿越大片戈壁无人区，这在古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古代想进入新疆，必须要走甘肃省这个长条的河西走廊，因为只有这儿才有这个祁连山冰川融水形成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4个大绿洲补给城市，你再绕远也得这么走。所以我终于要说到正题了啊！我大概率是在互联网最早一批提到说中国和欧洲其实在直线距离上并不远这个冷知识的人，比如啊，从新疆喀什连线到亚欧交界的乌拉尔河，直线距离才2000公里，还没黑龙江到西安远呢。甚至从新疆阿勒泰到芬兰就3800多公里啊，这就和阿勒泰到广州差不多远。至此啊，可算来了一群人是恍然大悟啊！哇，原来欧洲没那么遥远，那大陆上又没有空气墙，中间连个像样的山都没有，中国怎么就不能占据欧洲呢？所以出现了一大片什么乌拉尔山是阴山，汉朝就到了大西洋，什么明英宗的土木堡在德国等等啊，你看他一眼就输入的这种大发现。但是我还是想正经跟大家说一下啊，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你能看出来我们丝绸之路同样没有按照我画的那个看似很近的直线，反而是非常绕远的啊，从陕西到甘肃到新疆，然后穿越到中亚复杂的帕米尔高原山地啊，古代叫葱岭，然后再到阿富汗、伊朗，一路到伊拉克、土耳其，然后呢进入希腊、意大利等等。这个路线多山又曲折，保守计算也要超过3万公里，非常远。那为什么走这条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区域虽然有着大量的山脉，但恰恰是因为这边其实太干旱了，而这些高寒的山脉和谷地能在异常干旱的大陆内部出现冰川融水和绿洲，水流加阳光，才会出现定居的农业城邦，这才是商路补给的核心，也是交易能获得物资的一个重要节点。而且这个路线虽然曲折，但是因为纬度它偏低，冬天又不会太冷。相反，北部草原那条路看似一马平川，但是到了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流能让温度骤降到零下20度以下，就连最基础的游牧其实都很难维持下去的。所以你可能不知道，哈萨克斯坦这一带就在它被沙俄吞并之前，它也只有南部的西姆肯特、突厥斯坦、塔拉兹等几个人数不多的城邦，广阔的草原地区大部分都是克烈乃蛮等组织性极其薄弱、到处迁徙的牧民部落。甭说一个军队过来，就是一个商队都会因为一直找不到人在冻饿之中死掉。所以说到这儿，你就能更好理解为啥中原王朝很难持续往西啊，但是突厥、蒙古那些游牧政权可以动不动打到欧洲了。因为如果你看卫星图就能发现，在我们中国这边中原以北有一片巨大的黄色地带啊，蒙古人称之为叫勾壁，我们音译成戈壁。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处于地球的西风带，而这又距离西侧的大西洋太远，所以东边的水汽不过来，西边的水汽又过不来，这边是极度缺乏降水的，数百万平方公里寸草不生。所以如今的蒙古国并不是一片大草原，而是70%土地都是戈壁荒漠的。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塞北的什么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等，他们主要的游牧地其实不在蒙古国的腹地，而是在戈壁更北方受到北冰洋湿润气流影响的斯楞格、贝加尔湖等地区。这也就是我们一直称呼他们为漠北民族，就由此而来。然而呢，这个漠北地区虽然湿润，但你也知道它冬天是异常寒冷的，一旦出现大寒潮，
动辄零下50来度，他们自己也受不了。所以在戈壁对岸的相对温暖的什么黄河河套啊、辽河流域啊，成为了最好的入侵地。所以我们才在这些地方修建了长城去对抗他们的入侵。当然，这也是如今内蒙、外蒙能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地理原因。所以你就更能理解，我们好像总是单方面的防御游牧民，好像很少主动出击它。哪怕出现了汉代霍去病、唐代李靖、明代蓝玉这种已经攻入了漠北的神人，但是呢，隔着一个大荒漠，中原政权是很难控制那个寒冷的区域的。那里的资源呢，也不足以弥补我们的统治成本，所以我们一般也只能撤回长城沿线。而对于漠北游牧民来讲呢，如果他不能南下中原的话，那怎么办啊？别忘了这是西风带嘛，它越往西还是越温暖潮湿的嘛。所以新疆的阿勒泰到哈萨克斯坦，我们看着不好的地方反而成为他们的福地，所以他们可以带着自己的牛羊帐篷一路向西在大草原迁徙，这点寒冷对他们来说毛都不算，所以反而可以从这儿很容易的到达欧洲的伏尔加河乃至于乌克兰、匈牙利等地区。所以能看出来，任何的军事扩张、领土扩张，它都得有实实在在的收益。你对于突厥、蒙古等漠北牧民，他们向西方征服，能得到更广阔温暖的草场，而且那边的文明也更先进，而且他自己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无非就是换个地方多杀几个人，这个收益是远大于付出的。而对于农耕为本、中央集权的中原王朝们，你跨越大漠到达草原需要的粮草调度成本本来就是天文数字，即便是胜利了，对于这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牧民，你的管理成本往往也更高。我们又不能一直去那儿放羊，这些游牧区域也并不能给我们带来足够的收益，所以即便是在牧民看来水草最为丰美的乌克兰黑土地，它的水热条件和华北比都远远不如，这一切都造成了这个塞北中亚的荒漠草原，它就是一个事实的空气墙。中原王朝无论多么强大，也很难完全控制那儿，更别说通过那儿到达更远的欧洲了。然而相反的是，东欧的俄罗斯却在当时蒙古人手里独立之后，是一路向东方征服。他怎么做到呢？因为它的纬度更高啊，他们向东这一带全是西伯利亚的森林水网，他们可以用运输能力更强的船，带着大量的枪支、贵金属，沿着河流建设据点，和当地的土著换毛皮等等，再把这些毛皮卖给欧洲人赚高价。而且东征的哥萨克人本来就是一些破产农牧民，俄罗斯政府只是给他们一点封号，剩下都是自给自足。所以对于朝廷来说，那投入成本极低，收益却极高。东征者也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到了明朝末年，俄国人的领土就已经到了贝加尔湖、黑龙江一带了。而同时期明朝的防线却因为内部的财政压力，已经收缩到了陕北燕山一带啊，这个天子守国门了，内蒙、东北基本都丢掉了。相反，直到明朝灭亡，东南沿海通往西方的贸易一直十分兴盛，因为中国的茶叶、丝绸、东南亚的香料是西方人非常需要的。当时葡萄牙已经占据了澳门，荷兰人都已经占据了台湾。当时仅仅是海商集团出身的郑成功，反而都有足够的财力，差点收回被清军占领的南京，还击退了荷兰人。所以你发现，只要有利益，那个从欧洲绕非洲、东南亚好几万公里的航线，它同样不是阻碍。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从小到大的历史观对古代和现代是认为有一个绝对的分隔的啊。中国古代是一个传统巨大的农耕帝国，欧洲的古代就像猴子一样的落后。结果这群西方人突然天启一样的就获得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然后就降维打击了我们。他们别说中亚、西亚、欧洲辉煌的文化科学发展脉络，就连我们自己宋元就有的解高斯方程的天元数啊、招差对度二元式定理啊、传教士和我们合作的世界地图啊、拉丁文和汉语词典翻译的希腊几何原本，那都是一大部分人从来不知道，在短视频才学到的惊天冷知识。在这种冲击下，他们就很容易自认觉醒啦，被骗了，走向另一个极端，自己本身的知识匮乏变成了西方掩盖的阴谋，本身对中国的自卑全盘代偿给了西方，把我们的一切落后都变成了西方的偷窃和销毁，甚至最后出现了什么明朝救了蒸汽机、反应堆殖民了整个世界的这种科幻级叙事。在他们的世界里啊，中国要不就是一个被空气墙隔绝的神秘古文明，要不就是一个征服了世界的万物之源。历史上真实亚欧大陆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传播这样的复杂趋势是很难被他们装进脑子里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一直极度缺乏地理和历史的常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啊，仿佛古代的中国和西方欧洲就是两个次元的存在一样，他们却不知道从先秦开始，青铜铁器、战车、拱券鼎，佛教、先教、明教、基督教早就在丝绸之路上互相影响了数千年。如果你本来认为东西方存在一个空气墙，几个短视频又给你打破了这个空气墙，那也别太着急觉醒，不妨想想那个空气墙是不是复杂维度下的必然中一些自己脑子里思考缺失导致的隔阂呢？真正的开悟啊，绝不来源于匮乏下的点拨，而是在经历复杂思辨之后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